请问姓陈的名人有谁？曾百强、陈小春啦、陈汉伟、陈鸿宇咯，陈柔密欧、陈春sinh、陈庆妍，这很容易啊，陈笃生先生，还有爱友友老师陈丽萍。新加坡陈姓人口在华人群体中排第几？排第几啊？我陈好像排第一耶，新加坡排第一啊！这个还用说，当然是排名第一啊。新加坡陈姓占华人人口9.5%，差不多10个华人就有1个姓陈哦，是本地最大姓氏。姓氏考古第一关，让小祖宗我来考考你。以下哪个不是陈的英文拼写？这个我觉得是 D Ting。错啊？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早期下南洋的华人移民来自不同籍贯，姓氏发音不同，登记名字时就有了一个姓氏不同英文写法的现象。陈是全球5大姓氏，我是独生女，家里人丁单薄。不过，中国山西黄河岸边有个西湾村，全村姓陈，来自同一个祖宗，所以这里号称陈家大院。跟我的脸一样大。哇，我终于看到黄河了。这就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太壮观了！黄河流域艰苦的环境啊，是大魔王级的，这才造就了人能拼搏奋斗的黄河精神。来到这里安家的陈家祖辈们真的很勇敢。不过，在抵达西湾村陈家大院之前，我得先经过黄河边一个叫做气口镇的地方。陈子英姐姐，先考考你，气是什么意思？气就是江水中沙石形成的浅滩。考我？哎呦，有备而来哦。古时商船在黄河往来，结果一到这里啊就搁浅了，因为沙石太多，航道变窄，只好弃船上岸，改用陆路送货。陈家祖辈正是靠这波物流商机赚到第1桶金，还是这里最早的开荒达人。自1730年代开始，陈家就一路旺到1870年代。据说啊，当时气口镇有半数的店铺都是姓陈的。说个冷知识，古时候骆驼是镇上重要的运输工具，当地人把骆驼称作高脚。陈家当年也是有名的骆驼商哦。我们现在要往西湾村陈家大院出发。话说回来，陈子英姐姐，你知道自己祖籍是哪里吗？知道啊，广东台山，堂号是颍川。这次来山西陈姓村有什么期待呢？山西是中国的北方，那我想看一看我们广东的陈姓文化跟中国北方的陈姓文化有什么不一样。由于气口镇土地有限，所以全部留作商用，没有住宅。来自各地的商人呢，只好把家人安顿在邻近10几个村落，而陈家就聚居在1公里外的西湾村。如果说气口镇是陈家的办公楼，那西湾村就是陈家的别墅啦。明朝时期，当陈家始主要建村的时候，一眼就看中这里依山面水，背风向阳，坐西向东。后人经历了11代，把整个西湾村呢建成了一个有数十座宅院的建筑群。他们整个村子都是一家人，所以西湾村也叫做陈家大院，是不是很帅气？如今呢，陈家后人已经繁衍到第18代了。到现在这一刻为止呢，全村有258户，总共有746个人。哇，好热闹！今天是元旦，又是陈家大院村民展现才艺的时候了。陈姐姐，你来得正好，快跟陈家兄弟姐妹一起祈求新的一年顺风顺水顺财神。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庆典的重头戏大秧歌了，我去学一下怎么跳。
秧歌舞源于插秧农耕生活和祈求丰收的祭祀。每逢喜庆节日啊，陈家的男男女女都会参与扭秧歌。西湾村传承的是伞头秧歌。哎，你们看，那2个拿着伞的，就是领头人哦。陈大哥，刚刚我看您跳这个舞姿特别的优美，它有那个节奏，脚要这么带。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等一等我。哎，这个是10字步啊，1、2、10字步4、1、2、3、4，好好。噔的来，噔的来，噔的来，一噔，咚咚在啷儿。为什么我的手跟我好像同手同脚的感觉？哎呀哎呀！动作放的大，越大越好看啊！这么漂亮的姑娘扭起来更好看。突然就被称赞了，小开心一下。哎，对了，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有一个驴子，想要学一下，可以吗？可以。接去。哎，这样子。哦，它是这样背着的。往前走。游一下，一下。为什么他的头不会动？对呀，压它，包着，压一下，往下。OK。上下，我的驴子跑起来了。啊，大浪的带一对当带来，到家了，我累了。姐姐，你太行了，刚刚你跳这么久，这个我感觉它应该有5公斤吧？有。你们自己做的吗？买的也厉害。扭秧歌同样的舞步和节奏，就这样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陈氏族人。这次我亲临陈家大院，第一次跟那么多姓陈的人一起庆祝元旦。打动我的不只是陈家人的热情，还有浓浓的团圆气氛。我怕伤着这个驴子了。姓氏考古第2关。陈是大姓，人口众多，但古时同姓结婚会受惩罚。以下哪个不是当时的惩罚？应该就是改姓无名氏和罚跪祠堂1年。答对了。中国山西省的西湾村，500年前因为陈家祖辈来做生意，从此发展成陈家大院。村子的选址特别讲究，临近黄河，背山面水。村里5条巷子按照金木水火土5行布局，分别住着陈氏家族的5个支系。我们陈家大院的道路都是斜坡，目测呢至少30度起跳。等一下我不行了，休息一下。我知道陈家的祖先想要自己的子孙步步高升，可是这个步步高升也太难了吧！陈姐姐加油哦！村民们都在等你串门子呢。我觉得陈家大院最巧妙的就是它每一间房子都是相通的，只要进到一家就可以通到全村。你们看，这个门呢其实很有陈家的特色，因为我们的第1道门呢都是比较简陋的，我们叫做头道门寒酸。你看这个门，2道门要体面。哇，我们从很久之前呢就知道了做人要不炫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院子啦，这些都是窑洞，我们陈家人通通都住在这里。进来，这里还有一道很隐秘的小门。你看，我就来到了另外一个院子啦。其实由此可见呢，我觉得那个小门呢，它保留了非常独立的空间，可是同时呢，又可以让陈家的人有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里呢还有防盗、有防火，还有排水的功能。我只能说，就是设计这个建筑格局的先人
真的是太天才了！我们陈家人果然就是团结、聪明，好喘啊！没有，我们不喘，只有你喘。我们不喘。就是。你进来吧。哦，大哥，你好，你好。给你个凳，坐这儿。哇，谢谢。不用谢。大哥，请问您贵姓啊？我姓陈。我也姓陈。是啊。对。咱们是一家嘛。哎，对，你看我们的那个造型也很像。木艺人陈俊万的父亲也是木匠，他从小耳濡目染，继承陈家的手工衣钵，至今呢已经有40年了。他的木雕作品多元，绝对称得上是陈家的首席木匠。哇，陈大哥，这是你家吗？是我家。这是窑洞。对，窑洞有个好处，冬暖夏凉，天然空调，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大姐好。这是个炕，你可以上去体验体验。你冷的话，可以把那个手放到那个褥子里边。这里体验。对。哎，这里是暖的。暖的嘛，我们是烧的这个煤嘛。它是从哪里烧呢？就从那个火。是用的烧的是煤跟柴，烧起那个火就走到这炕上了，也就从这个野洞上去了。哎，很实际，就是房子里面呢，你可以做饭，然后又可以取暖。您知道维持这个姿势，我就有点想睡觉。睡觉？陈家哪容得下好吃懒做的后人？快起来！哎，这个门没关，我们进去看一下。你好。哎，你好。这位大哥叫陈少亮，是西湾村第13代传人。他还珍藏着手抄的陈家族谱，陈家的事问他准没错。这是我们陈家的一个家庙。陈氏家庙主要供奉祖宗陈炳谦和他的直系后人。家庙建于1827年，是严格按照4品官规格建造的哦。我刚刚看到这个房子的规模，就是跟其他的院子都不太一样。因为咱的家庙，它是当时是它这个4品官，正面窑洞是3孔，然后它的台阶必须是3个，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每年的4大节日，这个家庙里面都有活动，就是外面的人回来他要祭祖。陈大哥还告诉我，陈家的商业巅峰期啊，是从第4代始祖陈三溪开始的。陈三溪当时通过粮油贸易成为当地的首富，又发动招商。灾荒时期呢，还搭粥棚救济乡亲，就连陈家的祖训也是他倡议的。陈家的家训是士修德，农实力。那士在以前呢，就是当官的意思，就是一个可以担得起责任、有见识的人。那他们就要修自己的品德，修自己的功德。农呢，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实力就是要用自己的劳力去换取所得。所以其实陈氏家族的祖宗就希望他的后人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位置，都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后振奋家声。姓氏考古第3关，以下哪个历史名人姓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唐僧。对，哈哈，唐僧本名陈玄奘，唐是指唐代的人。贫僧姓陈，法名玄奘。黄河在这里的激流险滩，逼使商船靠岸，造就了陈氏家族数百年的辉煌史。不过陈家赚的都是血汗钱呢，因为每次出门都是与天地搏斗，所以在出发前，陈家商队都会到镇上的黑龙庙求神保佑。哇，要知道我们陈家商队有多霸气吗？碑文记载了，注明了351家有字号的店铺，其中姓陈的商号就占了半壁江山。
商队平安归来之后呢，就会请戏班唱戏还愿，所以我们这里有整个山西最完整的古戏楼。离开黑龙庙之后呢，以前陈家商队还会去吃几个象征吉祥的红印饼，再带几个才准备出发。据说现在在七口镇上还可以吃到红印饼，走，我带你们去尝一尝。陈七儿的手艺传自父亲，守着这家饼店30多年了。红印饼用料简单，但是别看它卖相平平，一旦盖上朱红色印记之后啊，就会变成陈家商队的护身符了。陈大哥好。你好。陈大哥，我也是姓陈的。我也是姓陈。啊，我们是老乡啊，那就这个红色的这一块是什么意思？它看起来有点像太阳。这个有7口就有这个红印呀，全国就是7口有了。哦，那就是快500多年的历史了。来，我印这个，嗨。然后呢？然后我们要放在里面烧吗？用焦炭烤。哇，烤出来的肯定很香。这个地地道道的纯手工，没有一个是机器的，发面也是手工发。它那个芝麻的香气真的是很香，然后咬下去的时候呢，外表是很脆的，然后里面呢有一种面粉的香气，然后它吃起来非常的暖和，好吃，跟我的脸一样大。生活在黄河的天险之地，陈家世世代代都在祈求平安吉祥。除了拜神吃红印饼，还费尽了心思捏花馍。陈家大院里制作花馍的高手，肯定是这位陈家的第12代媳妇儿。花馍其实就是各种造型的馒头，源自古代，代替宰杀牲畜祭祀的习俗。盐城女嫁到西湾村陈家几十年，花馍做得出神入化，面团在她手上一揉一捏，就变成栩栩如生的12生肖、枣山、莲花等等造型。这个是什么？这个很特别。那这个是个蛇盘兔。蛇盘兔。哎。哦，你们有个说法是不是？有。蛇盘兔。日要富，蛇盘兔。生肖蛇跟生肖兔子是最合的，是不是？对。今年是马年，马年我做一个马好了，好不好？好，你做吧。其实这个面团看起来好像很软，可是其实揉起来要挺用力的。这样揉个4只出来，哎，揉个腿。这是我的马的脚，你现在还看不出来，等一下就会看得出来。眼睛呢？眼睛，这个是什么？黑梅子，这是黑梅子。做眼睛。哎，好了，再给它浇个嘴，啊。八戒，是你吗？好的，好的，可以吗？可以啊，可以。阿姨识货，知道我做的是抽象图。对。阿姨的马感觉就是可以拉3辆货车，我的马就是负责吃，那就是猪了。我做的不是猪。捏好的花馍造型拿去蒸熟就可以了。哇，全部蒸出来都是胖嘟嘟的，而且很可爱。这是它的口红吗？就是。这个是什么做的？染布用的那个桃红。哦，这就是一个装饰。那我们现在是可以试吃了吗？可以，你想吃哪一个吃哪一个。我吃我自己做的，这是我的马。它其实吃起来和我们平时吃的馒头有点像，可是因为它的嚼劲其实比普通的馒头更加实在一点，然后是很香的。哪个生肖是你最喜欢的？都喜欢，都喜欢。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吗？喜欢一样。哎，谢谢阿姨，谢谢您叫我做这个。没关系，没关系，你自己也灵活。
灵活吗？我算灵活。哎，灵活。因为我也是姓陈的，是吧？对，姓陈的人就是灵活，咱们。谢谢阿姨。没关系。陈对我来说，它是我身份证上面的第一个字，然后也是我跟我的家人之间的连接。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陈不只是一个姓，它其实后面承载着几代祖辈的故事，怎么来到这个地方，怎么落脚，怎么用勇敢跟坚韧去书写自己的故事。我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姓陈的大人，大家叫我陈小姐，然后所有的责任呐，然后工作啊，都会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只是陈家的一朵小花。寒冷的时候，他们就邀我进房子里面让我取暖，然后会让我吃馒头，然后不断的嘘寒问暖，这让我忽然有了一种像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却有无比熟悉的感觉。陈家始祖选择在无人之丘开荒，后人则在艰险的黄河中闯天下。500年来，陈家的勇气和胆量，以及他们独有的文化，始终在黄河边生生不息。这就是陈氏血脉的力量。希望陈氏家族越